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 Flux 虚拟试穿的顶级工作流。那为什么我称它为顶级工作流呢？我们看一下，假如说这儿有一套中式的服装啊，能够完全体现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审美啊。那假如说我们想实现这个服装的一个虚拟试穿的效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终呈现的状态。那你会发现啊，那我这个模特就漂亮很多了。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这是用 Flux 来生成的。但这个腿这儿啊，可能稍微有点问题。那我们再看这个相对于刚才那个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偏差，就是这个扣子的位置啊，它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整个服装的状态呢，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啊。那你看一下这个呈现的也非常好。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一致，但这个就比较棒。人物的状态、裙子和上衣的这个样式呢也非常漂亮，那这个就更好看了，对吧？那你看一下。那我们大致过一遍，那大家会发现，通过我们这个虚拟试穿的工作流呢，会比较好的还原虚拟试穿的一个状态啊，原来服装的一个基本的特点。而且呢，你会发现我现在生成的这个最终状态和我们原来生成的那个试穿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虚拟试穿的效果啊。那这个到底怎么去实现呢？我首先呢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那么一个东西它真正的实现呢，应该是一个工程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技术上的东西。那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图片，或者我给你一个模特，你给它试穿，如果你把问题简单的考虑成这个样子，那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最终呢，我们要决定什么是可变的量，什么是我们需要去适配的。比方说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下边呢，服装可能是固定的，但是试穿的模特其实不能随便选的。那你必须要选择一个整个状态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穿这个服装的一个模特出来，然后它试穿上去呢才是比较合适的。那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呢，你穿了一个 T 恤衫和一个牛仔裤的模特去试穿我们这个服装，就是你给它换装，那这个状态不会太好啊。那所以说呢，那我们在模特的选择这个环节就要注意跟这个服装适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并不是换装本身，而是要先生成一个合适的模特。那这个核心技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Redux 啊，你只要将这个服装的原图啊作为参考来生成这个图像就可以了。当然呢，需要有一些调的过程。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来创建一个 Flux 的基础的工作流。别的都不用去动啊，我们来增加采样器。那这个工作流呢，基本上建好了，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参考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在上边来增加一个工作流。核心呢就是我们的 Redux， 这儿呢我同样是用高级的这个 Redux 的节点啊，这个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大家只需要安装这个扩展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呢，可以查询一下之前的视频。在我们的 Conditioning 里边呢会有一个 Style Model 啊，然后这里边有这3个节点，其中呢第一个呢是系统自带的啊，剩下的呢其实是我经常去用的，我这儿直接用高级的。然后呢，我们把该连的给它连上。大家注意 ，conditioning 呢一定是我们 3.5 出来的这个啊，给它连上，然后这儿再连回去。别的呢暂时不用去动啊，我们先把 style model 这个就是我们的 Redux 的 model， 然后呢，我们的编码器这个同样是谷歌的那个编码器，我们的参考图像 load image。上传一张我们的参考图像，然后呢就是我们 mask 呢其实就是我们参考的部分，这个我们并不需要它参考整个图像，只参考衣服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儿有一个 segment anything 啊，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遮罩给它选择出来，这个你用什么都行，那我们这儿呢还是用segment anything。下边注意一下我们提示词，我们写什么？这个呢，我们写一下 shirt 和 dress 就是我们的上衣和裙子。那我们来 preview 一下这个图片，然后把遮罩同样也给它预览一下。那为了采样更加的高效呢，我现在先把这个主要的采样器给它去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非常准确的将我们的衣服给它取出来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提示词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下边呢，我们就把这个 mask 呢给它连过来。
那就是我们只参考它，对吧？那这样我们 style model 的部分呢，基本上就完了啊。然后大家注意啊，我们参数稍微调一下，3我们不用动，因为我们讲过啊，3、2、1它3的时候是提示词可以起作用的，相当于我们的 medium。如果你要是2的话，相当于我们的 high 啊，1的话是 highest。如果是 highest 的话呢，那这个if呢就完全受这个去控制了，对吧？那我们暂时呢先不用去管，我们先用3。然后呢，提示词你可以暂时先留空，先看一下状态，因为你现在谁也不知道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我们直接来生成一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参数调一下。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改成30步采样，然后 1.0 Ola 和 Simple。好，下边呢我们直接生成。大家注意，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图像，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那首先会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提示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宽高设置是不是合适。那你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啊，尽量的保证，那么这个宽高和参考图呢是一样的。当然，参考图呢应该它本身要足够大啊，它如果不够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可以先把它 resize 一下。那比方说呢，我们把它的高度呢给设成1024，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多大，宽度呢不做限制啊，然后我们保证它的宽高比，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啊这儿拿过来全部替换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它的 width 和 height， 那我们可以把这2个替换掉。你要觉得比较乱的话呢，可以用 set 或者是 get 这样的方法啊，让整个工作流变得更顺畅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呢，这2个其实就没用了。那我们可以把它往前挪，这样的话呢，工作流的状态可能更顺畅一点啊。下边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啊，这个衣服呢，现在它的基本状态和我们给的这个是比较像的啊，因为呢我们这儿是3嘛，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强度不是特别的大。那下边呢就要写这个提示词，当然你第一个要构建场景啊，比方说我现在这个就是我想体现一种现代和复古相结合的感觉，所以说我希望是在华丽的舞台上有一个娱乐新星来穿上这套衣服，那我们可以用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这个东西啊。那我的关键词呢是一个娱乐新星站在华丽的舞台上，黑长直，头发嘛，对吧？然后精致的面庞。注意啊，我描述一下它的白色衬衫和红色裙子，所以说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提示词。我们把提示词呢给它粘上，然后我们再来生成。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这儿要选成3啊？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我们会发现裙子的状态啊什么都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精调的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你会发现啊，我现在这个提示词，女孩是这样抓着这个裙子的啊，所以说裙子的形态可能要飘起来。这个对于我们后期绘制来讲呢，也不是特别的有帮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它翻译过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家看一下这里边呢有一个这样的描述啊，就是当它以迷人优雅的动作时，布料在它的周围旋转，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对吧？你可以适当的去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删掉啊，就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现在服装的状态呢其实就很像了，对吧？但是呢，它是一个半身的，所以说呢，你可以继续加提示词啊。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上 standing 啊 ，standing 应该是有的。我们加上 white shoes 就是白鞋，然后我们再来生成一遍。我主要是想把脚给它展示出来，对吧？这个还没有出来，这个可能它就会有一些我们叫这个什么呀，就是概率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不用去管了啊。这个如果我去抽卡的话，它肯定会出现啊。另外这个地方我们稍改一下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是 mask 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模式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选一下 auto crop with mask， 这样的话呢这个服装的还原度呢会更好啊。下边呢我们再来试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微调之后的一个效果啊。现在我们修改了这个 auto crop with mask 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来增加美化的部分。那比方说呢，我们来增加小红书的 Laura， 权重呢我们同样给到 0.8， 然后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人物的 Laura， 那这个就是完全自己喜好了啊。这个我给到 0.5， 下边呢我们把采样器改一下啊 ，DIS 这儿改成 beta， 然后呢我们再来生成，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模特的状态啊。那剩下的呢，其实就是你抽卡去得到更好的你希望换装的那个人物。我这儿呢是抽了32张，然后从里边挑啊，看哪个更合适一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的部分，生成模特。下面呢，我们来实现高精度的换装，也就是虚拟试穿。首先呢，我们需要挑一个比较好的模特，然后把这个衣服呢穿到他的身上。那要保证高精度的换装呢，有2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我们是使用类似于上下文 Laura 的那个结构啊，让它去参考左边来生成右边。但是你注意，在这个里边我们不会用到上下文的 Laura 啊，因为它本身是自带这个激励功能的。很多人也发现啊，所谓上下文 Laura 只是起到了一个增强的作用，即便你不用，它内部也是存在这种关联性的啊。好，下面呢我们来实现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处理原图，加载我们的图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服装图片。然后呢，模特呢我们同样也加载上来。那我生成了32张图片，我们从里边挑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比方说呢，我们来挑这张啊。大家看一下，整个人物的状态呢都是挺好的，对吧？那首先呢，我们要形成左右的一个结构，但是你注意啊，左边我们只要服装，所以说呢还会有类似的这个遮罩的那个部分，我们同样会用 segment anything。这个图片的话呢，可以把它 resize 一下啊，跟刚才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们宽度不约束。高度呢是1024，这个你愿意处理也行啊，你要是不愿意处理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本身就是高度是1024的，对吧？啊，你可以看一下1024乘1024的，其实这个也是啊。那我们只是说在工程化方面呢，我们需要保证它是一样的，对吧？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可能会有问题。提示词呢，我们同样是写刚才的那个啊，一个是 shirt， 一个是 dress， 上衣和裙子。那这个只是辅助一下了，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测过了。那我们拿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下边呢其实呢是要跟其中的一个图片给它结合起来，因为它是个左右的结构嘛。这个图片呢是直接放上去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图片和一个空图片给它连接起来。所以说呢我们来创建一个空图片，这个空图片的左侧是白的，你注意，所以说呢这个空图片是跟它一样大小，但是呢它的背景或者说整个的是一个白的图片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用一个 anti image。然后我们将它的宽高转为输入，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图片，这个是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需要改一下 0x 16进制白的6个 F， 这个需要你对配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然后呢是将这2个给它 contact 起来，对吧？连起来就行啊。注意左侧是这个白的，右侧是我们真正要重绘的这个，是吧？然后这个要放那个衣服啊，所以说呢，待会儿我们会把衣服放过来。但是放这之前呢，我们需要先生成遮罩，要不然你把衣服放过来，我们再用遮罩的话呢，可能会有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拷贝一下 ，Ctrl C， 然后 Ctrl Shift V 啊，把它连过来。然后我们需要的图片就稍微改一下啊，就改成最终的这张图片。然后我们又会得到一个 mask， 我们直接预览 mask 就可以了啊。把它拿过来，然后预览一下。下边呢，我们重新再来看。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儿我用的是 shirt dress， 然后是 0.3， 因为这个遮罩现在没有遮全，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它。那你可以适当的调小这个，这样可能就好一些啊。那我们整个把这个人物呢就给它遮罩上来。当然你也可以选成别的提示词，因为很多人认为权重或者阈值去调整的话呢，这个危害性比较大啊，可能喜欢去调这个提示词。比方有的人会加上 clothes， 也就是我们说的衣服。那即便是这样 0.3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还是不太合适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改成 0.25。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其实把这个遮罩取出来了。那我们把这儿给它存一下啊，一个叫 input image， 一个叫 input mask。注意这儿还不太合适啊，它不叫 input， 它还不是最终要重绘的那张图片，我们得把服装给它放过去啊。那服装其实就是它。那这个怎么去做呢？这儿我们用一下 image compose mask。注意啊，目标图片当然是它，原图片当然是它。好 ，mask。这个是我们刚才取出来的这个 mask 的值，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左侧是一个服装，
右侧呢是这个女孩啊，这是我们要绘制的那个图片，所以说这个才是那个 inpaint image。那么到这儿的话呢，其实预处理的部分我们就说完了啊，下边呢我们就看主要的流程。那当然呢，我这是一个重绘的过程，那怎么去做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实现。首先呢，我们来创建一个 Flux 的基础工作流，然后呢，我们把模型先调成 Fill 的部分，宽高不需要了。Latent image 这个也不需要，注意在 Fill 的官方工作流里边，这个节点也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把它去掉。其实最核心的部分要增加一个叫做 inpaint conditioning model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把正向的条件、反向条件，然后 VE 下边是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这个我们已经取出来了，一个是我们的 inpaint image， 一个是我们的 inpaint mask，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 get 方法给它取过来 ，get node。首先呢，我们先来看 pixel， 就是 inpaint image mask， 然后进采样器。进采样器的时候，你要注意啊，模型呢要中间串联一个差分网络。为什么啊？没有为什么，那官方的 fill 里边就有，所以说呢，我们就写上就行啊。然后这个条件拿过来，这个条件同样拿过来，然后这是我们的 latent。你要注意，在官方里边的 node mask 是给的 false 啊，就这样去掉。参数呢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呢我们改成30步采样，然后 1.0， 然后 simple。这个都和官方的 inpaint 是一样的啊。will decode save image， 这个工作流呢基本上就这样。下边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官方给的是30，在 inpaint 的时候啊，那这个其实是没用的。下边就是提示词该怎么写。提示词大致的写法是说，左边是一个服装，右边是一个人穿着这个服装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个这样的提示词，这儿我直接粘过来啊。那这个呢，你看一下啊，说这是一对图片啊，左边呢是一个红裙子和一个白衬衫啊，一个特写，右边是一个美丽的亚洲的女性穿着这个衣服啊，我们暂时先这样写，看效果怎么样。别的呢就不用去调了，我们直接来生成看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试穿也非常的棒啊，你会发现虽然呢它跟这个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裙子和这个衣服融合的也非常的好，这儿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腰带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即便是这样去看啊，我们觉得它不是完全还原了这个，但是也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处理手法啊。有人说为什么不是完全还原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点你要注意是这个 mask 现在是紧贴着那个衣服去弄的啊，所以说呢这儿稍微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稍微把它扩充一点。这个核心的点在于这儿我们需要增加一个 mask 的扩充啊，让它更大一点啊，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把那个轮廓给它检测到啊。我们来生成。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片。你注意啊，现在这个图片已经非常的接近于我们这个原图了啊！你注意它整个衣服的这个感觉啊，裙子的这个感觉啊，质感都非常像，但是呢还不是说完全一致啊，所以说呢我们想办法让它更一致一点。那这个怎么办呢？之前我们也说过啊，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Redux 的一个工作流，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还是用 Redux， 然后 Advanced。直接来增加一个conditioning， 那同样是在 input 之前啊需要进去，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是这儿连过来，然后这儿连回去啊，然后呢 style model 编码器，关键是图片用谁？你注意啊，图片呢我们其实用的是原图都行，对吧？所以说你可以把原图给它拿过来，这个我们用的是 image， 对吧？Mask 其实是我们这儿用的这个 mask， 当然你可以用 get set 存一下啊，我这就图简单啊。然后 conditioning 这个地方呢，你用多少？你注意啊，你现在其实是一个 input 嘛，所以说呢，并不能决定所有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调大一点啊，比方你可以调成1啊。这个下采样的这个函数呢，我们选成这个精准的下采样啊，这个地方我们同样选成 auto crop with mask， 别的不用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整个呢跟衣服的状态呢就一样了。你看领子的地方啊，袖子这个地方的这个红绳，然后裙子的颜色状态是不是完全一样？那这种东西的话呢，它其实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绘的效果啊。
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模特我们去试一下。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虚拟试穿里边呢，我们首先生成一个高精度的模特，然后在真正换装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到了 Fill 和我们的 Redux 2个方法啊，来保证这种高精度的一致性。当然现在你从网上去看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工作流啊，但是我觉得他们都片面的去讲这个换装，而且呢直接跑工作流，也不会讲它是怎么来生成的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呢不太容易去理解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碾碎了啊，然后给大家说清楚那每一步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家注意一些细节的点啊，比方说要去 Growth Mask， 要不然这个一致性可能保持的不是特别好。那大家看一下啊，那么这种绘制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当然它这会有一些问题啊，比方这是一个束腰的，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自己再去细调，或者说你去抠卡得到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效果。好，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